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里面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英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预算整个火烧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那你看到行政院各部会现在都有一些相关一些回应，当然呢，行政院长周荣泰也直接定调了，接下来呢会去复议总预算案这样一个情形，而这一路烧会烧成2月1号，当你还在过年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整个大罢免会野火燎原呢？而这个野火燎原，蓝绿各自指定了大概很多的席，那当然绿营应该讲民团吧，好吧，两边的民团大概都指定了，那大概指定的蓝营的人比较多，那绿营当然也有，可是所有这一切会不会因为这个火，或是两边各自真的往下走呢？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也看到包括柯文哲前主席金华城这个案子，那今天也开庭也相关一些的过程，这跟未来包括这个案子跟国内政坛又会有什么关系？不过一开始如果你谈到这的话，你一定要看看这整个预算案野火燎原以后，真的会影响到国内政坛，包括所有民众的生活这么大吗？行政院长周荣泰那再一次喊话是说什么？来听听看。那有关本次立法院审议的总预算，到底现在删减数、冻结数各有多少？其实算法相当的模糊不清。过去往例的算法跟今天立法院呈现出来的数字无法兜得起来。最近又听到在野党表示，有些经费你是可以留用的，但是它在很多的项目是明白规定不得留用。好，就算可以留用，你今天把家里买米的钱完全把它删除，你叫他去买青菜、买肉、买水果的钱拿来买米，那是不是其他的钱就减少了？这就是排挤的作用。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攻击，我们没有办法说自杀式的删减。来一阵，这已经是行政院长第2次直接公开喊话了。上一次讲得更重，上一次会直接讲说，这样做老共最开心，然后毁灭中华民国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这次又讲说，没有办法做自杀式像这样的一些删减。而包括连总统赖清德讲说，那像所有这些会不会真的就是车没有油？那台湾未来怎么样往下走呢？这已经非常严重，而且观众，我不知道你刚才在看卓院长在讲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下面那个框，那个框本来应该会有手语老师在做翻译，那这次的框上面就直接打上了，那因为那宣传处的费用啊被删了，所以没有办法再请手语老师。很多的部会现在都做相关的一些回应，预算，所以这整件事情看起来是真的这么严重了吗？对，刚才讲到所谓的手语老师这件事，当然国民党有说啊，你们可以免费来找我们的协会来，可以义务来帮忙啊。但是重点来了，所有的行政部门做事情，包含是义务帮忙，都必须经过采购的协议嘛。采购的协议是什么意思？零元也是叫免费帮忙，叫零元哦。也必须经过招标的程序啊，不要说不用钱的。就不需要经过严谨的行政程序，还是得需要严谨的行政程序。有人说叫那个发言人去学手语。就像以前那个五等奖那个手发言人要OK， 而且他直接说本采购案就是说那个手语老师的采购案需要经过114年度的预算立法院审议通过之后才可以进行嘛，结果你没办法进行，所以没有手语老师啊。即使免钱的，我也不能乱来，这个就是行政院今天的态度嘛。你们砍预算已经砍到了，连手语老师的预算都被砍掉了，而砍掉连项目都砍掉的时候，零元的时候，我怎么去进行相关的招标的业务嘛？所以非常清楚，行政院长今天讲的很清楚，就是我没办法做执政嘛。他还有第二步就是说，那我相关的预算都被你们冻结，或者被你们所谓的减列的时候，那我干脆我县市政府的预算我先拨补一半。你们不让我执政的话，那县市政府的补助案当然也会受到相关的影响嘛。所以这个影响已经不止影响到中央政府了，而影响到的是整个
地方政府的补助也会受到影响嘛，所以接下来有可能在经过复议，预算案也是一个法案哦，预算案也要经过复议的过程，所以行政院应该会提出复议啦。但是复议如果蓝白立委还是同样的态度，复议要过的可能性就很低嘛。所以接下来所有的公民团体为什么会推所谓的大罢免行动嘛？因为预算不足，我除了提出复议之外，如果不足，我还可以所谓的增列预算嘛，追加减预算。那追加减预算就是在下个会期，那下个会期我要提追加减预算，如果结构还是蓝白过半，如果还是按照原案的话，那我还是提追加减预算，还是不会过啊。整个政府部门，包含地方政府的施政，都会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只好提出所谓的罢免案了。当然，行政单位跟总统都会穷尽任何的手段，包含刚才讲到限塑法，现在已经公告，而且立即提出所谓的宪法的这个暂时停止处分嘛，暂时停止处分，那限塑法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解，因为如果暂时停止处分，依照限塑法的第43条，是原有的6席大法官就可以进行所谓的释宪嘛。那进行释宪之后，至少把宪法法庭先恢复正常的运作。那预算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说真的，现在大家也都不知道怎么办，包含立法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竟然删减的预算额度到底多少？现在没有人说得出来。那你预算总额度到底删减多少？没有人说得出来的话，你怎么可以送给总统去做公告？那你如果没有办法送给总统公告的话，那这本预算到底合不合法？所以整个如果立法院这么乱的程序底下，到最后没有人说得出到底删减多少预算数的话，因为那一天实在太乱，还有撤案的，还有一些我删了你也删了啊，到底要按照谁的决议？因为2个案子都通过了，按照谁的决议来做算数，所以现在算不出来。我说了，黄国昌你是找人去算啦。找2个人一定算得出来，一个叫徐府，一个叫陈志涵，这2个人960加110都可以倒得出来了，所以任何的法案他们一定可以算得出来，不是这样子嘛？所以如果连立法院立法诸公对于自己到底删了什么案、删了多少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你要叫行政部门怎么执行预算？你要叫总统如何公告这本的预算案？所以为什么民间的愤怒那么大？因为删到是地不分东西南北啊，人不分男女老幼，我就讲台电好了啦。台电的预算1000亿被删掉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年度如果电价上涨，敢砍的人要负担政治责任，都算国民党的，都算民众党的，因为他们砍了台电1000亿元预算，导致所有的电价上涨，大家全民买单。林涛，要不要直接就回答？你看到包括行政院长，一般来讲，行政院长不会对立法院多讲话，一般啦，因为你是要来监督我的嘛，那预算也要你来审。但是现在看起来，卓荣泰院长已经是第2次赶快，上一次喊得更重，然后包括赖清德总统是直接讲说，那个车没有油了，这样子没有办法开。我有注意到，国民党就直接回说不会开，不要开，没关系，我们来开。你们是觉得这整个预算来讲的话，现在已经被行政是被扭曲了吗？可是你看到很多地方，包括刚奕善讲的很多的地方，这些包括很多的部门，连台电的钱，他讲万一要是涨的话，都要算在你们头上。基本上武哥，我觉得这一题应该用数字来讲话，而不是用各自的政治攻防。我认为啦，这个赖总统讲说无油可动的车，到底是不是无油？因为目前看起来赖政府这一次通过的预算是高于蔡英文政府，而且高过了2000多亿。那你基本上可以高过2000多亿，2.9兆的国家总预算是创中华民国这10年来的历史新高。那这个历史新高2.92兆，在赖清德口中是没有油的车。那请问前面蔡英文是怎么开车的？钱都比你少啊。那你来讲说这个农业部次长说啊，你砍这个再也砍我们农业部的预算，我农业部要关门了。整个农业部的总预算1600亿，我们仅仅砍了你1.2亿。过去超市鸡蛋买了拿去丢销毁又花了5亿多，难道不应该稍微砍一下给你警示性吗？结果砍了0.07%而已。你说农业部要关门，你换人做嘛？
你给会用经费的1600多亿，砍了1.2亿，然后你说农业部要关门，那请问你要做吗？你不要做，你直接走人，因为给会做的人，然后竟然这个农业部还对外造谣，老农年金会领不到了啦，张家俊你怎么砍农业的预算？砍在哪里？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很荒谬。然后经济部在讲说，哎呀，你砍了1000亿的这台电预算啊，砍了这么多啊，我节能补助会没有？我告诉大家，农业部今年比去年的总预算整整多出了82亿，经济部整整多出了16亿，每个部门几乎全部上涨。你跟我讲说今天没有可用的车，那中间选民会怎么看？会觉得说你在胡闹嘛？再来，我要讲2个最新的案例。总统府不是国务机要费3000多万。删减了1000多万被冻结嘛，代表他如果3个月内跟立法院说明的话，他还有2000万可以动支。如果你赶快跟立法院动支说我的钱是要给这个基层员工当3节奖金，就可以解冻了。结果他不是，他第一时间他也不接准自己的口袋，也不至于自己荷包，直接说那我呢剩下这一点钱啦，我不要给员工3节奖金，我直接砍。他第一次的作为竟然是说我直接砍员工的3节奖金，你还有钱啊？你不是砍得像零啊？你有1000万可以动支，1000万冻结之后还可以再解冻的。再来，行政院太夸张了。回到5哥的问题，刚才卓荣他已经喊第2次，他其实不是只有喊，今天在行政院记者会的托播的过程中，他的左下角那个手语老师划掉，他说因为砍预算，所以没有手语老师。我必须要讲，第一，去年这个标案已经标出去了。它是可以执行的。好，退一万步讲，这个标案如果后来这个钱有被删掉，那我跟你讲，他也可以去台北市的社会局申请手语的服务。好，退一万步讲，这个标案如果后来这个钱有被删掉，那我跟你讲，他也可以去台北市的社会局申请手语的服务，而且服务的范围是包括本市。我跟你讲，很多车友之前跟我讲，这只有个人，没有，他除了服务个人，他可以服务本市各级哦，中央地方各级机关。然后呢，它的免费上限是30个小时。我们算了一下，1月里面总共行政院开了记者会，总共8个小时。你还有3倍可以用啦，不会用不到的。结果你看哦，行政院结春经费之后，它的预算多了2000多亿，结果它这个费用它是直接，我不管，我就是要直接牺牲这个我们讲身心障碍者的权益，让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手语老师的表现，是这样吗？林涛可不可以这样问一下？我觉得行政长他们要去凸显，包括赖总统，他是要去凸显说那个删除的过程。那整个总预算删除的过程，那是不是有大家讨论的那种毫无章法啦，或者什么过度的很多这一类的情形，然后会影响到一个政府的正常运作，他们是要凸显这一块，而这一块是真的有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有那种就是觉得删的过程当中太无章法或什么。提名委员、因为立法委员待会可以直接回应上这一块这些东西，会不会有这样一些状况？过去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总预算审查的第一天，网络 LINE 大家都有说到一长串，就是你家的幼儿津贴没了，你的学费补助没了，你的营养午餐没了，然后你社会福利没了，你老年金没了，这些全部到今天总预算过关之后，全部都还在。就说你会觉得说，怎么每一个部会都好像有责任出来造谣？那造谣之后会被打脸啊？比如说体育署，就没有删到11亿啊？到底是谁说删到11亿？然后删除的那一点点的钱，也是国家政府官员的出国经费，跟我们的选手跟总教练出国的经费无关。现在正在被打脸嘛，然后儿童医院施景忠在那边讲说，儿童医疗删了10几亿，没有删啊，没有删到这一笔10几亿的预算，到底你的钱是多少出来的？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整个国家造谣队是正在进行式。OK， 简佩伟来直接回应一下。第一个，林涛觉得整个政府在造谣这一块。但是在过程当中，大家看到很多在讨论的时候，因为您自己在法院，好，那我当然第一个我知道你会最关心台南一些，你一定关心中央这些法令，也会关心台南预算。刚才讲说地方的补助会删掉50%，这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吗？另外，林涛刚刚讲，那整个政府部门都在造谣吗？过程当中的这些，是不是有很多是让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删法的？有吗？其实今天在整个状态，为什么刚刚林涛说，你们说那个没有办法，
那个最后删减数跟冻结数没有办法整理出来，那是确实的。为什么这一次争议会那么大？就是说你在整个的议案是最后送出来，最后送出来是又删又冻，这在我们过去其实从来没有过。我们大概是一笔预算，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而且我们这一次会觉得我们不受重视，是我们很努力，从早上审预算到晚上，结果我们审的都没用，进到朝野协商，你们一大堆，然后那个用政党签名，那个党团的干部签名，就把我们前面所讲的全部不是删就是动。那请问我们各委员会在干什么？你也可以说，那你们根本就不用审啊，你根本就不尊重各委员会嘛，你也不尊重你们自己国民党或民众党的委员嘛。你知道我们在经济委员会是从早上一直盯到最后，然后大家努力在那边审，包括台电所谓的这个拨补的这笔预算1000亿，你去调所有经济委员会，所有的质询，国民党、民众党也都说一定要拨补。如果不拨补，我们可能会转嫁在民众身上，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你去调收5万节损的短，为什么过去国民党、民众党自己讲的，结果在我们的院会里面全部推翻？现在大家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东西，送了一堆出来，最后又自己退，他退我退，他退我退，然后在整个预算当中，我必须说。我们在这个审预算的时候，最流行一句话：撞来撞去又是撞了。就是所有的冻结的理由、删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没有加了壮世代这几个字。你加了壮世代这几个字，我们才让你解冻，我才让你过。奇怪了，你用一个壮世代，你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抹杀掉。然后那请问，壮世代是某一个立委的提案没有错，可是因为国民党、民众党挺他，所以光这个壮世代你知道吗？100多个案全部都是壮世代，所以我每次哇撞来撞去又来了，撞来撞去又来了，撞来撞去又来了，所以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是。民众党跟国民党这个都可以调当时候审预算的状况。你们民众党跟国民党的2个总召，你们要不要自己去讨论一下？按你们2个案子，到底要处理哪一个？到底要处理哪一个？你是说一个删一个动的吗？对啊，到底要处理哪一个？在我们审预算的过程当中非常多。OK， 所以。你当然在整个统整完之后，那个已经都是我们各委员会大家讨论再讨论，审再审，认为不能再删的，结果到了大院，因为几个立委，我们都统计出来啊，几个立委率先，所以你看我们在总预算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写用这个白板写出来嘛，那提案是谁？ 那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将心比心，请问马英九时代有这样子处理你们自己的预算吗？有吗？删的幅度跟处理的幅度有这样做吗？有吗？你们自己扪心自问。那接下来5个30秒，来。为什么这个陈立飞委员说史无前例？因为今年的预算是史无前例的最高。那过去我们看到这个钱超支案它编列的过程中，其实到时候是烂蛋。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高的这个金额，每一年超增，大家缴税很辛苦，然后你钱是这样乱花，而且3成的比例只有那几%。以蔡英文前总统的口中，他觉得总预算要删除到20%，它的结构才会健康。那今天只是个位数的删除，只是为了这些预算把关。我就举2个最小的例子来讲，体育署所有的那民进党的官网跟那个吴佩益说删了11亿，可是体育署到最后的经费是增加19亿。增加36%耶，然后呢，刚才讲到施景中，他是说儿童医疗预算被删了114亿，今年才编15亿而已，哪来的114亿？所以整个造谣，让大家对于总预算、对民进党施政是打一个最大的问号。OK，我刚本来想要问明玉一些问题，后来突然想到，你不是壮世代对不对？
对，千万不要说我是壮士代。那算了，那你就不要发言了。可是这样很麻烦，现场大概只有我是壮士代的，我也是啊，你也是吗？55岁，他们50岁就算壮士代，50岁吗？没有到几岁？到目前为止，快到了，没有到目前为止，什么是壮？完全搞不清楚。像我在咨询的时候，我说那你要通过这个议案，你要不要先界定一下？到底壮士代我们算不算？他说是吴春成说是55岁以上，55到99，50好，那我们100岁人类不算。那我们现在就被完全架空那我就问他们说55岁，那我说好，那壮士代55岁壮士代，那我们又不算是青世代，然后又不算壮士代，那请我们是什么世代？嫩世代。对，所以现在那个杨明跟小玉就说，那我们再创一个叫嫩世代，我们就赶快提案，然后赶快商标注册对，商标注册，我们叫将世代、麻将世代，过年快到了。所以我刚刚讲这样，好，那过程当中，第一个啦，有很多人讲说，这当然你刚刚看到，包括林涛跟田培文两个人之间对各自看法一定不一样，可是好，莱茵会讲说，为什么绿营包括现在从行政院以降，大家每个都讲生活林涛直接用照样两个字，有人讲说，这整个过程是不是要去形塑未来那个大罢免的那个所谓的怨火 ？OK， 这是一个。可是呢，过程当中你也看到很多在过程当中讨论的时候，那个荒腔走板的也有一些这些被大家拿出来讨论。所以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次大家会把这到现在是真的连那个数字删了多少都还不知道吗？对，确实，要不然因为还没有送出去啊。对，没有送出去。那我先讲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跑立法院的时候，这个按海提案，我们叫按海嘛哈。那大家都是要交功课嘛，就是比如说那个总召就叫每个立委要交功课，你交100啊，交300，所以才会发生，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跑的时候，都还会有这个要抄诗经的啦，抄这个前期的啦，就被大家抄。可是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你把所有的这个法案都要交到党团，然后党团会有法案助理，他会来审核，包括说是不是有互相这个矛盾的啊，或是说有什么不一致的哈，然后把关完之后，最后再送上去。可是看起来今年比较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副总召这边，他少了这一关，所以才会有什么3000多案啊，就是按海出去，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又没有协商，所以才导致说那个才刚刚讲到说这次有什么边审的，然后边改的啦，又增加主决议的啦，然后又有这个怎么通过之后又再来撤案的啦，对，就很多荒腔走板啊哈，这个确实是我是史无前例没看过，但是我会觉得说国民党有一个说帖，就是不要再说了哈，就是说为什么以前蔡英文这个预算这样就可以，然后为什么就是要加高？没有，林涛刚讲完。对，你才刚讲完，就因为我去上片各台，大家都是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都是这个说帖，我猜他们有中央主访，可是我必须讲，这个蔡总统时代跟赖总统时代，你光是通膨啊，你光是以前的这个，比如说马总统时代，你的一坪的工程的这个预算可能才4万吧，4到6万吧，现在已经不止嘞，现在可能10几万你都找不到人嘞。那包括我们以前我们买房子，大安区那边房子800万就有了，你说现在可能要到1、2亿才有了吧？等一下，800万。以前啊，你说的是我爸妈，40年前我爸妈在大安区的房子800万就有了，对，现在要8000万吧，所以这是差非常多的，所以不要再讲说那个什么蔡总统时代什么可以，赖总统时代为什么不行？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又有什么长照2.0、3.0，就是一直加上去，还有很多以前没有长照，以前蔡总统后期有啦，但是以前没有长照，现在有了嘛，所以很多东西是一直在加上去的。小玉，所有这些都会到最后，我跟你讲，有媒体形容说是百工百业都受影响，那这些都会转成2月1号以后的怒火，然后变成大罢免吗？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宣传的部分了，就是说，我知道今天包括什么立委王宏威、林思明他们去告嘛，说什么是告社违法啦，什么扰乱社会秩序，可是我觉得告这个非常奇怪，还有告媒体说什么扰乱社会秩序，然后说造成民众的恐慌什么的啦，哈，这民众的怒火会比较多。我必须讲，如果说没有媒体的把关，没有这次大幅的报道，那也许真的好，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公共电视，搞不好这礼拜就过了。对啊，23亿就这样过，但是因为媒体大幅的报道之后，你看包括什么林怀民啦这些很多的这个导演站出来，所以变成踩刹车，变成只删了2300万。那你看如果说赖士葆自己今天也坦诚他说如果这个当时他们是有赖士葆本身有提案要去删除气象预算的雨水预测，而且还被抓到有一个黄人立委，他要去删一个地震测报的那个仪器，可是我不理解，就是说你要交功课就交，可是你怎么会去删到那个地震预测？前几天不是才大地震吗？那你删这个要干嘛呢？
去删一个地震测报的那个仪器耶。可是我不理解，就是说你要交功课就交，可是你怎么会去删到这个地震预测？前几天不是才大地震吗？那你删这个要干嘛呢？那还有去删这个气象预报的这个，我说这个赖士葆已经算是老立委，非常资深的立委了。问你为什么要去删那个雨水的这个预测呢？才200万，这样你也要删呢？我不太理解啦哈。那还有包括体育署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说这次会引发大家比较多的关注跟愤怒，是说你要删你业务费，我觉得业务费统删或通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合理的。你知道我今天来啊，好了，我就直接讲，这个海基会，我有一个海基会的朋友，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如果要删业务费，其实他们大家公务人员都很高兴啊，最好是大家都通删，对，他们以后最好删光了，对，这样就去上班。然后坐在那个地方追剧，我就打电动，因为我没有业务啊。长官来讲说，你为什么不弄什么业务呢？我没有业务费啊。对啊，所以啊，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删业务费呢？你可以去删特支费啊，这个出国考察这个你可以删。你说去删到这个业务费，这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荒谬。那最后要讲了，我是说像这个包括接客委会什么客家的那个大佬也都站出来啊，他认为说，那你们去删那个客家的预算，他给的一个这个大佬出来最不爽是说不讲理由。他们点名了那个客家出身的徐熙莹跟林思明，他认为说你是客家委员，但是你们却不讲理由。他是说你连理由都没有讲，你就把这个预算给删掉了，所以他们就是蛮愤怒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朋友，你可能要去想一下，就是说你要去删这个预算，你至少要讲出一个道理来，而不是说通删我都通。像那个民众党就说我通删军事预算3%，然后什么这个水电费连水电费都删通删，那你要跟人家讲说为什么？我认为说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啦。杨明，你如果一直到现在，因为总预算案是已经过了，只是还没有送出去嘛。从最近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蓝白阵营跟绿营来看的话，你觉得哪一边真的伤到？而这个伤对未来的罢免，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其实要说哪一边真的伤我必须说还没有到一个所谓的摊牌的时刻。还没有摊牌，现在两边都还在集气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手语的这个部分手语当然今天网络上就有人马上找出这个标案，就是说今年度的这个行政院的政策说明会的手语翻译的标案，其实去年12月24号就决标了。当然这个叫做预招标，就是说隔年度的我先标，所以它会有一个条款他会说，如果立法院删减或未获通过，或遭立法院决议冻结没有解冻，所以呢就可以终止契约，全部或一部，所以是可以的。今天行政院用这样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行政院我直播可以继续，可是老师不在了，可是翻译老师不在，这表示手语老师是我优先舍弃的，我不服务所谓的听障朋友。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在施政上面变成说有点在情了啦。如果因为你这个也才718250，718250，这不是很大笔啊。我说如果今天行政院长想要展现一个，就是说我们连现在正在翻译的手语老师，我们这个费用都支不出去了。然后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是用预备金先让他撑着，可是拜托这个立法委员们，我觉得要用这个方法，因为你马上停掉这个服务，然后呢弄一个字卡说，因为在野党砍预算，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服务。那你原本想要让听障朋友接收到服务的美意就没了。那所以我说这会变成说是一种伤害弱势来取得政治对抗的筹码。杨明本来我相信行政院他们要做的那个要达到的目的，跟你后来讲的目的应该是一样，就是要告诉包括要告诉这样告诉所有的人讲，这次的预算删你会影响到国内很多的部分。所以那个钱，说实话，你怎么一定匀得出一些70几万。只是我要刻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凸显你们再怎么删，不应该连我们这种钱都删。那是要刻意去凸显的方式吧，所以我才说这个叫两边集气的过程。你看，所以像今天有媒体就马上整理出来了嘛。像自由时报就做一个表格说哪些部会砍最多比例最高是胆场会，它96.14%，基本上这个机关就等于是废掉了啦。这个叫等于是把它这个空洞化。好，那行政院院本部在这边第4名，他被砍的额度业务费的删减额度45.7%，所以确实行政院院本部是砍得很严重的一个部分。可是我还是要讲啦，就是说，如果今天行政院真心想要把部分的业务维持不是没有办法。
还有预备金，像刚刚我讲那个70几万，你预备金先支，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已经开始动用，没有很少有1月就在用预备金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方法。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已经绝标了，而且是有服务功能的嘛，我觉得不要先用这样的方式。你说这样，监察院6成多，然后呢NNCC 5成多，好，当然，如同刚刚小玉讲的，基层公务员真的会觉得。没有业务费，我们就照薪水照领啊，没差啊。可是现在，包括昨天总统府那个所谓的什么发一封信啊，告诉大家说，我们哪些东西会受影响，三节奖金什么的，这个其实是都是在做所谓的叫做我讲集气，就是让所谓对在野阵营的仇恨值拉高。其实包括像今天马上那个手语的部分，马上聋人联盟我们台湾有一个叫聋人联盟，虽然我们一般都叫听障啦，但是因为它的社团名称叫聋人联盟，他就发了一个声明，呼吁立法院把这笔预算给我补回来。那行政院今天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他才要提复议，对，送到立法院会不会有一些变数？我觉得这个在野党立委可以认真思考了。有一些砍得很过分的，要不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补救？还是杨明，你觉得他们会补救吗？我认为还是。现在已经是火车对仗形式的，就是包括副令总召黄国昌总召已经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就是大家所有蓝白已经讲，大家就是火车对撞，那现在已经没得回避了。对，如果现在我改，那不就表示我错了？没错，所以我一定要硬着头皮弄下去，那就没办法，那就大家2月1号以后见真章。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黄国昌委员或者是副根级总召拿71万8千多块到那个听障协会说，请你们到行政院当志工。行政院可以用志工啊，对不对？也不需要程序但是钱我来出。这是另外一种，这个叫做比较这个非正规、这个叫程序性的模式但我总而言之，接下来很难避免的，因为行政院也说了，还要总预算要提复议嘛。是，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政治对抗。那罢免后续的这些对决是不可挡的。OK，我要现在整个罢免势不可挡吗？现在预算过程当中的每一个被讨论的。对，未来都可能是在罢免的时候被拿出来，对，说你看这个人当时删了什么，这可以吗？要不要什么？不管蓝白绿阵营，只有白营没有，蓝绿阵营大概都是这样。对，所以现在的每一个大家这样回答，譬如刚才田飞文突然讲了一个壮世代，对，然后包括你们实力的主席，对，王主席，对，也有出来讲壮世代讲，因为这件事情后来被大家越讨论，大家越没有办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壮世代议题之所以翻上台面，是因为如来神掌就是这个吴春生委员突然在立院，其实正开会开到一半，他突然拍桌因为吴沛憶委员突然质疑他，你为什么要动故宫那种预算，动3000万，只是因为他没有把银发族改成壮世代，然后他开始去质疑。你是不是壮世代协会理事？你太太是不是壮世代公司的老板？壮世代公司又去这么申请了一大堆壮世代的商标，砰一下，大家突然等一下就懂吗？对，之前不是通过壮世代法案，就是体会委员讲的壮世代法案，3党一致，大家还举牌，通过壮世代。我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壮世代，3党一致但是现在后来来。大家才回来就说不对，这个法案不对，变成疑似有图利益回避之嫌。那这个王婉玉这个我们主席了，他出来说，他在还是立委的时候，吴春成曾经带团到他办公室去说明这个壮世代法案怎么样。可是他那个时候觉得这可能就很特定的利益，所以就是礼貌接待就没有，而且就已经听说吴春成可能为民众党提名。当时还想说吴春成战国策也不是做到多怎么样，怎么会排名排到第4啊？就一定会保进去的那种安全名单范围内。好，结果现在大家所有人都开始回溯，吴春成在立院。几乎所有的问政，只要站上执行台，全部都有壮世代。不管问任何议题、任何委员会、任何案子，全都说你这个壮世代怎么样？要不然搭配我们壮世代。他所作所为，
就是在 push 壮世代。那大家也发现一些有趣。你知道他最夸张的是什么吗？就是柯文哲不是交保的那一天，然后出去的最后一步，他不是到党中央嘛，然后跟黄静莹啊这些人就是这个告别这样子，结果那个吴春成看到柯文哲的第一句话说。古主席，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壮世代加油？拜托，柯文哲都已经那种时候，对，柯文哲都已经快音龙宛在了。要讲我就讲一个，他们在除夕要去陪土城陪阿贝，陪啊，在 PT 的宣传写壮世代最新活动。壮世代啊，不是为了阿北哦，不是为了阿北，是为了他的壮世代。当然他的壮士，可是小草不是一般年龄层都比较偏年轻一点吗？对，但是他连名誉我都不让他发言了。对，当初柯文哲为什么很重视吴春成这一块，是因为他认为他的支持者都是年轻，所以他希望你春成有那一块啦。不过这边我补充一下，柯文哲都走出去都已经算是最后一眼了，结果你还要一直跟他讲说，主席可以讲一下壮世代加油吗？我想说。在讲可口可，对啊，我简单补充一下，吴春成当那个壮世代协会的理事长，因为他创办又是理事长 ，OK， 然后又去标地方政府的标案，对，这个在去年我跟你讲，半年前，民众党内就已经有人得到提醒了。这个在去年我跟你讲，半年前，民众党内就已经有人得到提醒了，就已经党内就已经很多人都知道。OK， 然后呢，可是完全没有人敢动。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是柯文哲身边的红人，所以没有人敢动他。对，民众党不是最近才知道，是半年前就知道。其实吴春成这个梗铺很深，我们现在去挖，就挖到比如说他去接受这个基督教今日报。他说他是什么呢？现代版摩西吴春成，跨越思维红海，就是你会开始发现说，他铺梗铺很深，准备很久了，这11年来他都在准备这个梗。当我们都觉得战国策网军是他唯一功能，错，他的这个立委身份好像就是要去推广这个概念，而我们现在去挖他当年注册，我们现在在争议的就是你的太太的公司居然去注册了大量的商标。就是这个壮世代的商标，他注册了一大堆不同字体、不同的形式。那其中的不同类别还可以做什么皮夹、皮包什么的啊？就是他会有一个商标申请的项目。那我们时代力量的质疑，我们过去时代力量曾经有一个委员高路以用，他的助理去标经济部的400万案子还没有标到，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被人揪举出来嘛。当时黄国昌主席。立刻决定开除党籍。你这样讲，这件事情讲到现在，没错。黄国昌代理主席有没有针对这个发表？他就只有当初呢，今天一拍的时候把吴春成拉走，除此之外就都在讲别的事情。这个是黄国昌主席的特性，他可能现在觉得比较棘手，所以他可能会先找一些外围的，比如媒体人出来放一些话，来看看反应是怎么样。但现在大家去讲说，哇塞，这个壮世代的可多了，比如说这个世界。壮年运动会世壮运已经搞了很久了。台北市到处都是宣传，但它的英文World Masters Games，Masters Games， 那你翻成壮也不是不行啦。但是我们一般的资深啦、大师赛啦等等就是它有很多名称，但是为什么就是撞来撞去的撞那当然啦，主要还是因为吴春成。被大家说你是壮世代教科文教协会前理事长，他说他去年就辞了，但是他们新的理事长2月才改选，不对啊，一般辞了立刻就会改选，为什么会这么慢？而且改选之后真的就不是你的人了吗？好，所以像那种利益回避论，我认为对于民众党来说，他可能会这我们党内是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但是先刹车，我们前面是不是在讨论预算？对啊，在审预算的时候，是不是国民党委员非常在意黑熊？任何跟黑熊有关的不行全部砍，全部动，全部给我动了光了之后，现在发现你这个到处撞不止1撞2撞，这个已经超越富邦的32撞了。没有，所以那天审预算的时候就说，原来黑熊比不过壮世代，因为黑熊就是只要看到黑熊就砍，而且连
看到欧亚的形式也不同啊，黑熊的图案也不撞行，黑熊啊就过了。对，所以现在就是业力爆发的时刻。你之前没有弄那么多要理由，奇奇怪怪理由啊。我们刚才说有些是没有理由，有理由你去嫌黑熊，那你现在这个壮世代到处都是你的，而且很明显啊。你当初说，沈伯洋你是委员，你跟黑熊有关系啊？沈伯洋说啊，其实我是创始的。啊！可是我现在没关系啊！你这吴春成呢，是在立委任内都还是跟他有关系，而且重点是他还真的标到了一些，有一些劳动部的没有标到，但你也有一个动作嘛，这就有很明显的利益回避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对是错，而是谁到底要去地院按铃了，是吧？地检署按铃的差异性。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认为哈，虽然立院现在停会了。但是它会变成预算发展另外一个支线，会严重挫伤民众党在对于预算议题上面的所谓的道德正当性。可是这样，如果真的讲的话，但民主党8席都是不分区啊，对，办不了。你不管有什么样对他不爽或什么，那这件事有没有涉及到利益回避或什么？其实民众党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或代理主席黄国昌要不要针对这个出来，也应该要有一些的态度的展现。挺不挺，支不支持 ？OK， 那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总该表达一下一些看法。因为柯文哲前主席才因为有没有图利罪的问题，好，那图利罪被起诉，然后然后现在还在羁押，然后包括有没有收贿也是这样，就是所有跟利益，包括木可跟他们之间就一堆这样子。然后你现在如果要是你们的委员这里面被大家在讨论到有没有涉及到有利益回避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对民众党当然不好。可是以上我就讲。你再怎么样，民众党8席都是不分区啊，那你要怎么样？黄国昌要处理啊。其实刚才有讲到嘛，我们一个前辈黄光芹嘛，已经发脸书了，民众党应该处理啊。利益回避的问题，包含涉嫌图利的问题，这个已经太明显了。接下来只剩下刚才讲了，只剩下谁去按铃而已嘛。这个东西夸张到你你通过一个壮世代政策及产业发展促进法，我都觉得这个名字太长啊，改成壮世代阳光法案啊，简称大家自己去想。那你还在质询的时候冻结了各个部会的预算哦，故宫体育署种种没有壮世代，你就冻结预算。我们都知道冻结预算要干什么啦？左手动预算，右手讨标案嘛。他的标案拿了多少？因为我们都知道吴春成，我从30年前就认识他。我在做国会助理的时候，他其实是一家公关公司，而且这家公关公司，我说真的，阳光法案通过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公关公司。我们不要让厂商去直接接触立委嘛。我们要厂商去接触厂商公关公司，再由公关公司来去游说立委嘛，战国策就扮演这关键的角色嘛，而这个是对的，你不要直接让厂商跟立委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吴春成，你当初做战国策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不要嘛。但是你现在是立委了，你可以这样吗？你当初为什么设立战国策了？这战国策这10几年，你拿了多少政府的标案？是因为你不是立委，所以我政府给你标案嘛。你透过关系也好，因为是可以的，因为你的种种关系，因为你透过游说立委嘛，立委去帮你拿都可以，因为你是公司，中间的界限非常清楚，你不是立委。他总共拿了2亿7千万的标案，他总共登记了10几家公司。你拿了那么多的标案，你现在让人家觉得你这样子的做法，难道不是为了解冻之后你要拿标案吗？即使不拿标案，问题来了，壮世代你全部都申请成为你的商标，未来标案，因为现在立法已经通过了哦，我只要做壮世代的某某某某运动会啦，好，那这个标案标到以后，我要用到壮世代这个名字，我要付给你这个公司权利金吗？你要说清楚啊，不然就无偿给大家都使用啊。因为你登记成商标之后，我根本不用去标啊，任何标到了你不付我权利金，我去告你用了我的商标啊，不是吗？木可公关公司柯文哲不就是这么搞的吗？搞到他们的地方党部木可 KP 还不能用，只能用 PK。因为不能用啊，连自己的党部都不能用自己主席的 KP， 因为会被木可公关公司告，因为这个就是商标法规定的，你就要付给登记商标的人权利金嘛。所以吴春成干嘛去标？他不用去标啊，他收权利金就收不完了。所以整个吴春成的问题，难道是现在才开始吗？柯文哲早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布局这件事情了嘛。他布局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壮世代运动会嘛，壮世代运动会就在2021年，他
本来就叫老将运动会。它是一个世界型的组织哦，世界型的组织一定有中文的规范，叫做老将运动会，你就叫老将运动会啊。一般来讲还有翻成是大师运动会，但是你为什么要叫壮世代运动会？2025年就要举办了，2021年柯文哲就给他100多万的标案给吴春成的《战国策》。从那时候就开始启动了。柯文哲现在言必称，他说我们不要叫老人啦，我们不要叫长者啦，我们要叫壮世代。你干脆从摇敬老金发给人家比较实在啊！谁管你叫什么？大家银发族比较听得懂吧？老人比较听得懂吧？谁听得懂壮世代？壮世代的定义是什么？连他自己都定义不清楚。他要的就是这个商标权。布局的10年，今年是启动年啊！立法院的立法通过，而且大型行销，2025年双北的壮年运动会。这个是不是需要很大的行销费用？刚才已经说了，其实都挂出来了。那我就全面推广，大家都得使用壮世代，我收权利金就好。所以黄国昌啊，说真的，吴春成也想要辞掉了，辞掉以后他做生意比较快了。法案已经过了，我直接建议行政院要把这个法案直接提出复议，不然吴春成你就得承诺，你所有登记的商标全部要撤掉。或者是你行政院的经济部商标局，你要撤回，因为现在法案过了。壮世代我不是觉得它有什么定义，你即使要用推动它很多的老人或者中年的政策，我也觉得很好。但是名字不能你图利自己啊，而且名字要给大家都使用，因为它在立法院已经通过法案，它就是全民的共识哦，立法院蓝白过半哦，这就叫全民的共识。壮世代就不只是你吴春成一个人有的，是全民所有的，你必须把所有的商标撤掉。OK， 小玉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吴春成他要辞不辞哦，都是父子骑驴了啦。因为他如果辞的话，大家都说啊，你就套一句黄珊珊说的话嘛，啊，你没错，干嘛辞？但是他如果不辞，人家说，那你又没有利益回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现在不管怎么做都已经晚了。那我必须讲，我听过他壮世代的那个演讲啊，因为也就是说也就在立法院也听他讲过好多次。他其实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这个利益的话，其实是利益良善。他认为说55岁以上，好，基本上你的经验够丰富，然后求知欲啊，什么行动力都很强。他觉得如果说被称为银发族，那你在这个职场上是比较困难。可是你讲壮世代的话，哇，在我们的职场上会非常受欢迎哦，就你体力再加上你的经验的传承。可是问题是，我会觉得说，现在整个想起来的过程啊，真的是细极思恐包括说他是其实你看，如果是真的是图利的话，他是一步的来，开始慢慢的布局哦。包括他一开始他先成立这个壮世代，成立壮世代之后呢，他去注册那个商标，注册商标完之后呢，他就开始想方设法要去当立委，好进立委，要去投靠这个民众党。然后当了立委之后，他就开始真的去3读通过这个法案，这法案叫做《壮世代政策与产业发展促进会法》，而且要求政府要宽列壮世代的事务预算那现在被算过是高达1200亿哦。立委之后，他就开始真的去3读通过这个法案，这法案叫做《壮世代政策与产业发展促进会法》，而且要求政府要宽列壮世代的事务预算那现在被算过是高达1200亿哦。高达1200亿的这个预算以上那另外就是说，你包括所有的公文书、各种法律统一使用壮世代去取代所谓的银发族，所以现在有刚刚大家讲的什么动这个体育署啦、国发会啦，还有动什么故宫这些预算，然后甚至你要来报告，还要看到你拿出成效，我才要解冻。你要把银发族改成壮世代，对，通通都要改。那我就要问了譬如说你像国发会或体育署、故宫这些，尤其是故宫故宫我觉得更不会。你要如果要去推动这个法案，你要去实施这法案，你就 Google 这个查，就说那我到底要找哪个专家学者，找哪个协会呢？Google 有壮世代协会，对，就是他，而且他有这个商标专利注册，这样我又不会触法，我去找他来做这个专家指导，不是更好吗？那甚至我标案给他做，那就100分了，完全也
不会触法，然后就也可以给他做，因为只有他一个壮士代，就赫然发现丢啊，壮士代你的那个负责人是吴春成的老婆是他的老婆，然后这个包括刚刚有讲嘛，他的小孩都是什么理监事啊，那你现在想想看，1200亿如果都这样子搞的话，难怪就有媒体人说他是什么泼天的富贵，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我就觉得说哇，难怪人家说那个很多自肥啊是台面下的，可是像这种光明自大的这种自肥这是有史以来是第一招来，秦佩委没有，其实大家一定不知道说我们刚刚讲那么多说那个夸张因为壮士代我必须强调的是，那是在去年我们才通过的，才通过的一个法案，可是你居然在所有那个是在编列预算之后喽，才通过那个法，结果你现在居然用一个刚过的法，而且是在预算编列之后的一个法通过的法，你看全部用冻结，这个还是这个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就黄国昌，我就说那个用干部总召签了名，就把所有人家那么辛苦的这个讨论都否决掉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党团盖了章，就把人家全部否决掉。好，就是这个部分，吴春成、黄国昌他们民众党团的一个提案，他说代请提出将银发族名称调整为壮士代，目标10万人中有多少是壮士代？采纳哪些科技运用对于壮士代是适合并且有效？有无相关专家提供壮士代体适能执行最佳方式等具体改善的书面报告，送至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后，使得动之，就把这一笔预算就把它冻结。冻结之后就说拍谁，他这样子几个字就冻结了多少？2000万。这几个字就2000万。那你说不会愤怒吗？就这几个字，壮士代几个字就把人家冻结2000万。我只是提出其中一个，光100多个，反正我们在审的时候，哇，壮士代又来了，撞来撞去又来了。反正就几个字就给人家冻结2000万，冻结3000万，冻结5000万，结果只要是里面都没有黑熊都没有黑熊只要觉得这个有可能补助黑熊的社团，就把它砍掉。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审预算的标准。我们说了，你要有标准，你的标准不是因人因事。你应该是为大众。不，廷飞刚刚直接讲，这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林涛，你国民党或是好，你个人对于像刚讲那个壮士代这些，我觉得应该每个阵营，我等一下也会请教现场所有来宾。那你觉得，包括民众党，包括黄国昌，针对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如果你觉得国民党针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想法？2个层次，因为吴春成他现在民进党质疑他的是说，因为他过去是壮士代协会，而且他针对壮士代是注册商标，所以如果现在所有的行政要推这个案，那个壮士代是要跟他这个付专利费的，大概是这样的质疑啦。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看得很细嘛，比如说台湾民众党不是在检验这个黑熊学院吗？你的标案不能从内政部的机密预算给嘛，或是你不能指定说这20家里面协会可以标嘛，同样的标准，我觉得我都同样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吴春成委员，如果现在过去他跟这个战国策当然是非常关系非常密切，他如果未来他的标案真的标到以壮士代行政预算内的内容，那当然我觉得他要规避。但如果现在为止只是用专利啦，只是用说，你怎么过去参加壮士代协会，然后呢，你就推动这个法案，我觉得这我觉得还有待说明。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案才刚过，他有没有用这个协会来标这个案还有待说明。可是呢，黑熊学院已经标了，这是这个标准，民进党也看一下黑熊学院吧。也标了呀。没有，我当然觉得台湾民众党要针对吴春成要讲，但是我也觉得民进党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绝对是同样标准，黑熊学院来检验。绝对是同样标准。我刚刚讲的是，我们看到，如果你可以在里面很清楚举出说，这个里面就是有黑熊在里面标，那没有话讲。有啊，没有。你没有，不要，你要去看他们。送菜之外还送滤水器。你要看所有的你们把人家冻结的理由，还有所有，
我不是说一个两个，如果你一个两个你抓得到，我没有话讲。已经抓到了啊。没有，但是你放大，行人没关系。2000万不是小钱呢，没关系， 2000万是钱呢。那你说的就这么一个案子，因为就是壮世代3个字，然后没有写进去，就是冻结2000万。民众党才几个人，8个人，没有国民党支持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啊。所以今天他这个案子就是国民党有支持，国民党、民众党一起支持，才有可能就是几个字冻结。那你觉得？因为刚才奕善有表达他个人看法嘛？奕善讲说，要不然就是吴尊成委员他们自己要怎么做或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案子，民众党或者黄国昌代理主席，你觉得他们应该有什么态度？没有。就一样标准，他们也都只是质疑黑熊。OK， 好，你把质疑黑熊，就像林涛所说的，一样标准。那今天这么明显，所有的案子，吴春成本身都已经有这个商标的问题，有这个标案的问题，那是不是也应该把你当时候跟壮世代你吴春成所提案的全部都要解冻 ？OK， 他这一笔只是冻结哦，还不是删除哦，更不是已经拿到这一笔钱哦。我补充一下，黑熊是拿到这笔钱。好，黑熊的理事长沈伯洋在当立委的时候已经辞掉理事长。为什么吴春成到被人家揭发以后才辞掉？任何的协会，壮世代你也可以去跟我标案，我没意见。但是不能回避利益，要回避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则。他自己成立战国策，不就是为了立委要利益回避，所以成立战国策作为中间团体去跟立委游说吗？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当然知道。沈伯洋、黑熊学院可以去标，只要按照政府采购法去标到了，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标准为什么？因为我要讲，你让我讲完。壮世代可不可以标？不行，因为你现在的理事长就是立法委员，在所谓的利益回避原则里面，他的标案都有问题。他现在不只是标案而已，还立了法，要求所有行政部门要用壮世代这3个字，这个就没有做到利益回避原则。我用奕善哥的标准，他刚才讲说啊，你的家人都不要在里面。黑熊学院标国家的案子，里面的老师是他太太。他太太有没有领通告费？有没有领这个费用？有没有领缴税费？有啊，老师是你太太啊。他当律师，然后来参加黑熊的案，来赚自己的这个出席费，那就是很明显的嘛。前面是也许我们还要看吴春成这个案子，后面黑熊学院他太太在里面啊。他太太在里面是负责人吗？他太太在里面是无限扩张，拿到经费的钱。今天讲的是，你现在讲吴春成也是无限扩张啦。壮世代的负责人就是他的老婆。你讲的叫沈伯洋的老婆是讲师，差别非常大。你不要用欧龙谁斗欧北乱。这没有欧龙谁斗。沈伯洋的太太是常务监事。我帮大家补充一下最新，我们录影同一时间最新的黄国昌的回应。黄国昌的回应是说，当初3读通过的时候，民进党委员也来合照，就是壮世代法案，所以现在不要拿出来吵啊。黄国昌委员，所以刚才虽然两边吵得很凶，但我确定双重标准的是黄国昌委员因为他当初毫不考虑就把高路一用剁掉了嘛，人家也是立委，直接开除党籍不分区直接上市资格吴春成呢，你们民进党那个黄国昌就是专长啊，就是率先不是顾左右言他都直接言他，都是民进党的错，民进党有来合照，所以民进党也在这一伙这是他的逻辑。再来是吴春成的说法。吴春成对于他为什么要申请这么多商标呢？他上午有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职志，他不会拿这个专利去牟利，但这是商标，不是专利那他下午修正了，因为被大家说你明明叫商标，对，没错，这个叫做商标，它不是专利，专利是什么特殊的机械这种。好，他下午就说为什么我要申请商标？因为担心被人拿去开酒店。形象不佳，可能有壮世代酒店这样子，所以他要先申请下来，就不会被大家拿去滥用。好，这个说法我们当然尊重他的这个，他说是直至嘛，他的正面的想法。但我们在任何谈论这个所谓利益回避上，我们一定都是采比较高的道德标准。他申请这么多商标，我们可以想念什么？因为他有大量的附属，比如说我是皮包上面贴个壮世代，任何字型的壮世代都不行，不止。
他申请的时候，各位跟大家科普法律一下，商标法里面的商标包括2种，一种叫商标，一个叫服务标章。服务标章，他连服务标章都有。对，他有的是服务标章，那个标楷体的服务标章的全部都有。所以我今天我一个其他的民间单位去包了一个政府壮世代的案子，补助款不是直接标，政府补助了一些钱，然后我办一个壮世代慢跑，我衣服上印个壮世代。我是民间单位，我去标到，请问我不要付他商标，除非你直接你就答应永久无限免费授权了。他说他当然可以再次说啊，你只要是正面的活动啊，我一样会免费授权给你。但如果有人就像你说的，弄一堆酒店小姐在那边跑，这个要怎么算啊？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最简单就是完全不要有，这个法案就是会有问题。现在就是有问题，不管当初是不是3党共业，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我现在国民党也不知道啊。国民党怎么会知道吴尊成包那么多？也是现在应该也不知道那时候有注册这么多商标。对啊，谁会知道呢？但是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之后怎么收拾？至少民众党要做出一个态度，说这样是不对的嘛，踩到道德红线。那至于其他党，大家就来讨论，看是哪一种复议了，还是什么样的状态去把它解决掉。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严重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我们的预算都一定要改为壮世代。为什么？就是不要说有伪出去的标案，那不用讲，一定是要跟他买所谓的服务标章或是这个商标，一定。重点是，连你政府你要去使用这个东西，你也必须跟他商量，他要同意授权，免费授权才可以哦。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他改了这个以后，你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所谓运动会，或是他这里说你采纳哪些科技运用对于壮世代是否是适合，然后体适能壮世代，你以后如果要用到这3个字，不论你体适能，大家知道体适能未来如果通过之后，这个改了之后要用体适能，你要壮世代，你就要问他。你要这个科技运用，你就要问他，可不可怕？很可怕。所以我刚才会说，林涛有双重标准，这个严重度是非常高的。可是这整件事情，小雨，我就直接问你，再怎么样讲好，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国民党身上，绿营的朋友一定会讲说你们国民党怎么会这样？那我抓你几个人出来，或是像哪个委员，我可不可以罢你或什么？但因为白银8旗都是不分区啊，所以跟内部关系都没有啊。那但是这整件事情，包括从预算一开始，然后一直炒得这么热，甚或这个议题出来，会不会把这些没有办法对白银怎么样，我就找蓝营的人或什么，反正蓝白在绿营的眼中觉得蓝白你们都是一家的，那所以我就找你们的人，会不会整个罢免案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些逻辑在走？白银的账会不会算到蓝营身上？我觉得这个还好啦，因为但是我觉得白银还是会自食恶果啦，包括就是说你未来2026啦，甚至2028啦，甚至影响到你的政党票。这个都会影响。那甚至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在看黄国昌？因为黄国昌是代理主席，大家会希望他会有一个新的气象。可是我看，如果刚刚伟航老师所说的，就是说黄国昌你的起手式，既然是选择包庇，或者说你把责任推到绿营身上，那我会觉得说大家会非常的失望，因为你以前当时代力量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做，你是这么明快的处理。可是你现在反而到了民众党。你不去检讨，我认为合理的是说，你吴尊成应该是要把你整个商标的注册权要捐出来啦。我觉得是要捐出来，不然你所有的利益都到你的家人身上，这个真的太不合理。我觉得捐出来这个是一定必要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包括是他的太太或是说他的小孩，如果要么你就是全面撤出，你就不要有这个被人家讲说这个要回避利益啦。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很严重，知识体大1200亿以上的泼天富贵，我觉得吴尊成至少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包括是他的太太或是说他的小孩，如果要么你就是全面撤出，你就不要有这个被人家讲说这个要回避利益啦。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
很严重，很严重，姿势体大1200亿以上的泼天富贵，我觉得吴春成至少要做到这一点。不过现在看起来，那罢免那一块，对，那罢免这块啦，哈，现在就是说，就现在很多人就讲说，哎呀，以前这个老柯感觉好像是说跟什么赖清德不合啊这样，但是今天有一篇啊哈，把老柯讲得很深啊，就说老柯的3部曲要来歼灭国民党啊。哪3部曲？哪3部曲？第一部曲叫做引蛇出洞啊，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也不提醒国民党，就是放任他们就是暗海提案，在那边乱提案这样啊。那第2个呢，就是诱敌深入，意思就是说那个老柯每天盘古开天辟地在那边讲啊，不着边际，然后就是让你这个国民党哈，不管是松懈心防，或是觉得老柯很烦也好，就开始让你这个也不跟你协商，就开始给你乱表决啊。那最后一招就是一举歼灭，就是老柯这样的做法呢，就是要让民众申起民怨，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包括不管是公视啦、体育署啦、什么卫福部啦，那甚至什么客家啦，就大家会有个印象，就觉得说啊，你国民党蓝白就是联手在那边乱提案，然后开始激起民怨，就开始引发大罢免时代哈。那就是这一篇把老柯的算计说讲得很深，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道理，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是说，我之前我就是非常不赞同说，我觉得民进党好像就瘫在那边，然后就是放任之后，好像是说那个民间团体自己在那边罢免，然后民进党就开始在做袖手旁观。可是有一天我有听那个何博文讲他的意思是说，第一阶段你确实要让民意先行啊，不然的话你民进党就开始介入的话，那他说他保证，包括像什么林怀民老师这些艺文界的啦包括这些什么社运界的都绝对不会站出来，因为国民党就可以直接讲说啊，你们这就是政党对决，他就会认为说大家就缺乏了这些反思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说第一阶段你民意让这些这个社运团体啦，或是说让这些民意团体不爽的人大家站出来，像包括今天客家也站出来嘛，之前是公视啊、艺文界啊什么纷纷站出来之后，你有一股的这个民怨开始围起来之后，然后民进党再开始积极的介入了那当然了，我觉得是说，你看包括像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了就徐巧芯嘛，徐巧芯今天也有上这个广播去站嘛他认为说顶多就是他讲错了，他说顶多就是再选一次，可是你被罢免就不能选啦他的意思是应该是说把罢免当作选举一样啦我觉得用字精准是这样啦对好。那因为岳元之就有这个认知，他在我们节目公开讲的他说不管大罢小罢，他都有心理准备，就是再来一次嘛。其实我没有很想讲这2个女人，我想讲叶元之。我觉得叶元之，你干嘛一定要讲叶元之？不是因为我觉得叶元之。就是身为我自认为算是朋友啦，因为大家都算友善这样。我觉得他不要再上节目了好吗？像前几天他被电，我也是觉得看得很难过啊。不是你怎么会就是说，因为老柯就指控他嘛，说你关定了，就因为他有泄密之嫌嘛。你为了去救你的泄密，结果你竟然坦诚说你预算都没看，然后你就开始举手表决。我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要是我是罢免叶元之的团体，我一定每天都播这个啊。你看这个人，他连预算都没有看，然后他就开始举手表决。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去上节目呢？就是每个节目没有一个对你友善，有啦，除了5哥的节目是比较友善啦，但其他节目都不友善啊。那我觉得他越讲越多啦那所以难怪他现在要不要再回到你这好，这里你觉得也没有比较，你真的是岳元之的朋友吗？觉得也没有比较好了好，那再来那最近就是包括像王宏威跟徐巧芯这边有人发现他们这里不是比较。懒啊，对，可是就是有发现说，连眷村的似乎都有3层的人都跑出来像这个有被拍到说是一个眷村的老伯伯，他就举了一个牌子叫做罢免徐巧芯，复活费鸿泰。我严重怀疑这是费鸿泰的庄脚，没有啦。那当然啦，这个徐巧芯说这个人家这是反，他说他一直说这个老贝贝是反串，可是你说这个是灵眼吧，也不可能，因为最近太多那个寒流还是大家都在那边排队了那这个是说有个王宏威的这个罢免团体也蛮有创意的，他找了一个这个，就说他的助选员竟然是只讲中正这些。就说你来罢免签署联署，我就送你这些徽章意思我觉得这很讽刺啦。就是说你们这些国民党的以前都反共啊，现在似乎变成中共同路人这些都是一些招数可是我必须讲你说像这些，就像有人，就像刚刚5哥你讲，这些比较深蓝的选区，你就算把他们罢掉，那也许民进党不会上。可是我认为说，
这个罢免啊，哈，有些可能会过，可能叶元之的危险性是最高的。但是你如果就算不过，比如说像赖士葆，赖士葆这边也动起来了。今天有一个什么退保啦，有个文山退保哈，那就算不过，我觉得说也是给国民党一个警惕，就是不要说让你在那边为所欲为。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还大于实质了。OK， 杨敏本来提老柯那时候是说40席。后来现在讲到大概有人讲说已经开始有动的一些地方，大概35席蓝营也有直接点名绿营的地方，大概是4到5席左右吧。对，那互相之间这样算，可是加减，如果真的2月1号开始大家真的这样动哦，那今年从6月8月接下来会很忙哦，因为每个地方的时间不一样。是，可是你加减完以后，那会变成国会的结构会改变吗？它还是不会改变，很难改变吧。可是现在看起来，你刚才讲这势所难免，如果一路这样往下这样走的话，那所谓何来？如果要到所谓的过半，对，要57，民党要多6席，至少要多6席哦。也就是说，他不但要罢免成功，他还要补选上，对，而且要多6席。我们就举假设啊，像徐巧芯这一区啦，即便真的成功，你真的那个门槛很高，你还是把它成功了。然后可是接下来民进党有办法在这个选举里面补选里面拿下来吗？又是一个问号嘛。国民党派谁啊？当然啊，可是你说国民党这个地方会派不出人吗？不会吧。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当然还很久了哦，很久。但是现阶段我认为有一点，我觉得那个有点像刚刚讲老柯那一段有点本末倒置。什么叫本末倒置？就是到底我们的立法院的党团要玩的是罢免战，还是预算好好的把问题点出来？让在野党知道哪些预算不应该删。就是说，哦，你说刚才那3部曲，没错，其中有一个就让你们去乱整，对，整到最后，哈哈，结果你们掉到，你说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朝野协商功能现在就完全没有了啦，完全丧失了。那这个对罢免团体来讲，你说罢免团体没有领情啊，他们不领老柯的情，为什么？因为罢免团体会觉得你们就好好做你们正式人物该做，我们在前面冲没关系。可是因为像老柯，比如说他讲了啊，我们的党公职全面开始开这个服务处哦，收罢免联署书，很多罢免团体傻眼啊，他们想说，不是啊，那个我们还没有那么决定，那么快要跟民进党的合流哦。可是呢，你说像那个为什么赖总统昨天中常会他就讲了。我们尊重公民团体发动的，这是民意的表现。但是我们政党，我们不要让它被贴上政党的标签。我觉得这段话就是讲给老柯听的。因为像他讲，你看老柯讲那一句是说，所有民进党的党公职要开始服务处要给收罢免联署书了。那时候很多人的第一直觉想说，柯总召主席是赖清德啦，你是党团总召，你不是党主席，你最多可以说我们党团的成员。我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嘛，当然他今天又讲了一个有一个口号，他说恭喜发财，罢免书拿来，他说过年的那个这个新年恭喜用语他说变成这样子那也就是说老柯是铁了秤砣，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去打这个罢免战，可是我刚刚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大部分的罢免，当然有一些第一阶段可能第一阶段很容易吧，会第一波就是说第一波看哪些先提出来，对。这一些理论上啦，我认为在这个现在的氛围，他们要一起，就是说第一批的选区要一起进入第2阶段，而且呢，第2阶段再同时进入到第3阶段，只要能够过那个联署的门槛，对，不难，所以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时间点，只是可能是8月，大概在7、8月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这个罢免投票就可能是2025年台湾政坛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如果真的有任何一席国民党的立委，在野党的区域立委被罢免成功，那当然国民党士气会低落，这个绝对的，可是相对的，如果一席都没有办法罢免成功的时候，对民进党来讲，就可能我跟你讲，这个就有点像是说一个裁决机制了。既然都讲说民主，人民做主，当你寻求了罢免这个冲撞，最后也没有成功的把它冲撞成功的时候，那民进党是不是就要回归？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比如说，最近我实在很想呼吁赖总统，看到这个预算的僵局，我真的要劝赖总统，可不可以你主动说2月15号，这个那个民众党的新党主席出来了，我也会找国民党的主席，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年我们的整个政坛，我们的3大政党可以怎么让这个国家往前走？我觉得该是谈和解，否则一定要到8月，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
哇，中间是还卡一个过年，然后就半年的时间，可能都是要在这个所谓的政治非常高度对立的状况下，那这个对我们整个社会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我是打一个问号，但是看起来是势不可挡。OK。领导国民党针对罢免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尤其被点名的很多，30几席这些，那国民党现在的态度怎么样？那个原之应该是明玉姐的好友啦，那个阿爸之应该也会让他少一点仇恨之意，蛮好笑。哪有阿爸之比较轻松，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把他的政策跟过去的论述讲清楚，这也是原之很努力的地方。但我必须讲，现在确实就像武哥讲的，各自在添柴火。说真的，民党现在朝着吴春成砍嘛，那如果过去再搭配自由广场那个我们讲火种，那这个火种会不会更推向蓝白团结面对大罢免时代？是会的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沈伯洋他太太曾馨慧，他不只是一个讲师，他是黑熊学院的发起人，现在是常务监事。那如果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一直领这个费用的话，那我们也会给一个问号嘛。所以我觉得各自在累积自己的这个香骂本。那重点来了，现在的民调长怎么样？看起来美丽岛最新的民调认为没有必要大罢免是72.1%，那认为有必要是17.8%，感觉蛮悬殊的，觉得说那立法委员的任期就4年嘛。那如果这不是台湾的民主常态，那要不要把立委改成2年选一次或1年选一次，对不对？因为1年开始之后就可以大罢免嘛。那如果这变成台湾的民主常态，我觉得台湾的选举频率真的还蛮高的。那另一个层次来看，到底民进党他真实的态度是什么？柯文哲刚才这个杨明哥讲嘛，柯文哲在讲说，柯建铭在讲说党公职民意代表服务出来设备罢免战，然后赖清德另外一方面又误让公民团体贴上政党对抗的标签。但这不是演双簧是什么？柯建铭当时候在讨论这个宪诉法过关的时候，是找政务委员跟2个律师去谈呢。那感觉好像也不是行政院什么都不知道吧，也不是老柯自己发疯而已吧，是这发疯的过程中，你们好像经过讨论，罢免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的来宾讲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会不会国民党调席，第二种是蓝绿各不调席，民进党会伤嘛？会不会有第3种可能，是民进党调席？是有可能的。你自己去看现在民进党的2席那个原住民立委，现在点到什么程度？那个伍丽华跟陈莹就是直播张惠妹演唱会嘛，伍丽华就是在那个机场里面跟台湾英雄一直合照抢位置那个嘛。所以这2个会不会算有？因为他们只拿了23%的票。如果要大对决的话，他们2个抓了一弹。所以我说，回到林右昌的角色，在基隆都是他的本命区了，他还罢不赢。然后草屯是王义川加沈伯洋，加上这个我们讲到的陈时中，他是说草屯是大罢免时代的试金石，是他的起手式，就草屯败。那这2个加起来，民进党你确定要大罢免吗？我只能说，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我只能说，如果民进党2月1号开始执行大罢免，国民党准备好了跟你正面对决。来，我补充一下，国民党不要光说啦。做嘛，2月3号赶快提案啦，否则就要附身份证了啦。修法已经过了啦，被你们国民党修过了，不然你们车案复议案同意选罢法不要修，大家来罢啊！光会说不做，我就看2席的原住民立委2月3号你们会不会提案？否则就要附身份证了啦。修法已经过了啦，被你们国民党修过了，不然你们车案复议案同意选罢法不要修，大家来罢啊！光会说不做，我就看2席的原住民立委2月3号你们会不会提案？你们会不会提案？如果不提案，就要按照新版的选罢法修正案，就要附身份证。你们连得出来，连不出来。现在所有公民团体31个都已经准备2月3号之前要送案。开完年就送案，这也是为什么柯建铭要喊说恭喜发财罢免出来了。另外，美丽岛电子报是做全国性的民调，南部哪有罢免啊？南部0%啦，那17%怎么来的？全部都是国民党选区来的啦，你至少乘以2吧。34%难道不怕吗？现在都34%，他执行的时间预算案还没有过，还没有那么多的民怨。如果现在把预算案的民怨再加上去，你看现在全部的公民团体的罢免摊，每天都在排队啦，害不害怕？啊，你们可以说不怕啊，来啊！我直接讲来啊！把选罢法修正案行政院提复议的时候，
国民党就不要说不通过，全部都通过，让大家好联署、好罢免，全部一起罢。我还主张啦，国民党如果觉得行政院如果说啊，你们没有油，不会开车，好倒戈，全部解散国会，全部一起来，敢不敢？就是不敢嘛，不敢就不要说大声话。一句话而已哈，这个逻辑其实要解很简单，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是用旧案，那蓝绿都一样。那如果过新案，蓝绿也都一样，所以这就解了，所以没有什么时间点在2月3号到2月5号，这个案子不会适用新法或适用旧法的时间点在2月3号到2月5号，它跟总统有没有公布法案有关系？那用旧法也没关系，都用，因为蓝跟绿都一样嘛，不可能说新法是给。鼓励你们2月3号赶快送啦，来不及了啦。不用鼓励，如果今天都采用旧制，那就蓝绿一起采用旧制。如果大家想用新制，都采用新制，正面对决。我应该提册维护啊，紧上啊。那你们民进党现在整体的态度，因为刚刚大家也会讨论到，包括赖总统跟柯总召，就民进党现在的态度会怎么样？因为我先说哈，这林涛说都可以啊，反正新法旧法都一样啊。那我要问说，那为什么国民党硬要推新法？那如果说不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这个案也不会过啊。而且当时候选罢法，大家看到民进党是绝对反对的啊。所以为什么国民党害怕旧法？一定要通过新法。那如果真的不要，就大家用旧法来啊。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大林他不是在立法院的这个区块，所以他说可以啊，因为。当在边啊敲边鼓啊，因为罢免嘛不是罢免就一样。一个有机会选立委员，我支持林涛。不是，桃园罢免掉你来选桃园的立委，因为桃园好几区我们也选不上啊。支持林涛罢免国民党的立委，由林涛来代表来选桃园县的立委。所以现在大家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些议员就说没关系啊，罢啊都一样啊。问题罢不了他们啊，而且罢了有可能他们还可以上位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在整个同理的状况去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从过去到现在，我的立场其实都是跟这个赖主席是一样的状态。其实记者在问我，没有去说哇以前是这样，然后现在这样，完全没有。我立场非常清楚，就是说，罢免本来就是一个民主程序，它是必须要由民间力量来发起。而且在我们的罢免里面，其实政党本来他就不能介入了，他介入了，我告诉你，真的他就乱了套，乱了调。所以为什么这个主席已经讲了，他其实在很多次的中常会3声5令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罢免绝对是一个民主过程，而且就是民间力量的一个呈现。那当然，每一个党公职他心里一定有一把尺。那他或许在他的每一个扮演的角色，他会去讲出他的立场，可是不代表就是有所谓的汉格或冲突，因为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我要再次强调，罢免原本就是要由民间力量来做发起。那我相信每一个民间团体，他可能跟一些所谓的这个可能国民党的立委啊、民进党立委，他本来就会比较友好。OK， 那他趁着这都是东西朋友，一看这机会，然后每一个打工子他也是一股热血啊。你总不能说我是民意代表，我就不能去表达我今天内心对于整件事情的看法。你不能这么说啊。所以你不能说哇他在说就代表整个党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党就是赖主席所讲的，赖主席所定调的才是真的。OK， 现在看起来的话，2月1号还在过年的时候，会不会你就闻到那个烟硝味？是真的已经弥漫的各处都是。那真的会有大罢免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今天2月3号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前一阵有讲说，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那他的金华城案，今天是北院第一次开准备庭今天传的几位，包括彭正生啊、邵秀佩啦、李文忠啊这些，而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就很早以前就讲，邵秀佩绝对不会翻供，对，因为他被具体求刑，而且求的是图利最低的5年，检方还让他缓刑，然后意思就是他不会被关，所以他今天出庭跟彭正生出庭都直接说他以前认的，他完全不改，他绝对不会翻供。
就是这样。两人认罪哈，就是彭正生跟邵秀佩，而且检方还帮邵秀佩说情，因为他说他是被柯文哲所施压嘛。那我们可以看起诉书里面，他也举证了非常多，他在整个公务人员过程里面，柯文哲是如何恶行恶状的去压迫公务人员嘛，必须要做嘛，不做我就给你换主管职嘛，这些东西都会对邵秀佩相对来讲有利了哈。所以另外就是彭正生在证词里面就说，我已经被问30几次，该说都说了。而且我绝不翻供，表示彭正生跟邵秀佩其实都是受所谓的柯文哲的指示去执行相关的业务嘛。当然，彭正生最后有盖那个章，他自己盖了柯文哲的假章，这个当然他的犯行会比较重大嘛。另外，李文忠的部分就不是所谓的金华城的图利案部分，比较说是收受贿赂的部分。所以李文忠的不认罪，其实反而是对柯文哲更不利的，因为收受贿赂，如果我认罪，我反而是帮柯文哲扛，就是我修嘛，我修柯文哲不怎样，我修210万收完之后，我直接汇到党部里面去，所以柯文哲不知情，表示李文忠要扛啊，所以他不认罪代表什么？我就是柯文哲指示我去做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李文忠的不认罪，在收受贿赂上面反而佐证了柯文哲有罪嘛，包含木可公关公司，因为你要知道，他虽然是总部的财务长，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没有公职在身了，我的做行李啊。你中博被我不可能不收啊！中博是上做代表，中博嘛是柯文哲郝帅林做代表啊，所以中博的钱移到所谓的木可公关公司，李文忠说我生意人我收了很合理，他自己脱罪，但是印证了谁有罪？印证了公益侵占都是柯文哲的罪嘛，所以李文忠的不认罪，反而印证了柯文哲不管在收受贿赂上面，或者是在所谓的公益侵占方面，都必须帮李文忠来扛所有的责任哦。当然最重要还是柯文哲啦。那柯文哲我还是他当然是申请了去探望他的父亲，这代表台湾的所谓的监狱的人权也好，或者矫正署的相关的人权也好，其实已经做得不错。只要你提出申请，合情合理，你都可以所谓的借户来看你自己的爸爸嘛。当然小草会在年夜就是大年夜的时候要去陪柯文哲，我们也希望小草要肯定现在的矫正署他对于所谓的监狱人权的捍卫。那谁不捍卫这个监狱人权？就是你们的代理主席黄国昌。黄国昌砍了矫正署1亿元的预算，矫正署已经说了，未来的水电跟伙食有可能因此而变差。关了这几个月，可能你们柯文哲可能因为伙食不好，可能水电要减，他可能没有热水澡可以洗，他的年夜饭可能减一项债，这些要怪谁？怪提案的张启改，还有你们的党团总召黄国昌。所以黄国昌，你在大年夜如果陪这些小草去土城的时候，是不是要跟小草说明？另外，当然黄国昌现在在忙着选他的党主席嘛。柯文哲不是一入关呢？当天法官有问检察官说：“你们要再羁押多久？”他说：“3个月，至少交叉诘问，证人交叉诘问完了之后，我巩固这些证词之后，我就可能不用再羁押啦。”当天法官有问检察官说：“你们要再羁押多久？”他说：“3个月，至少交叉诘问，证人交叉诘问完了之后，我巩固这些证词之后，我就可能不用再羁押啦。”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准备庭，一审已经进入到准备庭，交叉诘问可能很快就进行。3个月后，柯文哲可能又会被释放出来。黄国昌，请回答你的竞争者蔡壁如一个问题。蔡壁如说，他当选之后要把这个党完整的还给柯文哲。黄国昌，你愿不愿意比照办理？否则你们在土城外面喊说抢救阿伯，阿伯出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还是要怪你们现在的代理党主席黄国昌。小玉，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大家的心情一样，都希望柯爸能够挺过这次的危机，那这次的难关能够挺过去。因为突然之间听到柯文哲说去探视父亲啦这些，但小草真的是不离不弃哈。真的。柯爸我采访过他，我去他家大概2-3次。对，我对柯爸我很喜欢这位老人家。我也觉得，柯爸有来，我们那时候是过年录特别节目。是柯爸跟柯妈来，虽然柯爸的话不多，对，但是你会发现柯爸坐在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然后没事笑一笑。就一直笑的，可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那种威严，就是那种日剧时代的那种，就是坐在那边就是不怒而威，在家里看起来就是这种讲话很有威严的那个人。那对他确实是话不多，但他们家都是女生在发言了哈。那当然，昨天那个消息是蛮震惊的，因为很突然啊，然后就说这个有病危啦，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这个好起来啊。那回过头来先讲哦，就两件事，这个小草啦，我也觉得蛮妙的哈，这个小草。这个真的有人这么铁吗？哦，就说你都不在家里过年了，他就是发动一个是小年夜，好，小年夜他这个是陪阿伯一起过小年夜，虽然说现场备有简单的餐点哦，而且他这个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9点呢，等于说是年夜饭大家一起围炉吃饭的时间呢。那还有小年夜不够，还要再去除夕夜啊，一个是在北署的这个北所家属接见的地方停车场，然后一个是在土城看守所正门对面的红砖，这些都是大家都是围炉吃饭时间呢。一个是7点半到9点，一个是8点半到9点50分。我想说，哇，你不在家，真的有人这么铁哦？在家里不跟父母围炉，然后跑去要去看守所这边陪阿伯，我就来看一下啦，看一下到时候现场有多少铁粉？对，而且他那个柯家人会去吗？就不晓得因为他没有说陈佩琪他们会不会去啊？如果有去的话，等于说你陪着这个陈佩琪围炉，可能还有道理。对啊，如果陈佩琪他们本人都不去，那你们去到底要干嘛？好，不管啦。那总而言之，又讲到说陈佩琪因为他们是去告了那个许富顺跟郑淑馨嘛，那昨天开庭了啊。事实上不要忘记了哈。柯家那个他们有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然后在前阵子的时候，这个北检也分案哈。那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当然陈佩琪这边是为了要捍卫柯文哲的清白嘛，因为你只说他收钱，所以要出来告。可是我认为就是这会增加那个财产来源不明罪，你现在要开始真的去调查，因为你还要再去传郑淑馨跟许富顺这些人。但是我觉得陈佩琪的风险非常大，因为许富顺跟那个尤其是郑淑馨，他是亲自他说他为什么敢出来讲？他是亲自送钱，他不是看到，许富顺是看到哦。郑淑馨是亲自拿钱去交给陈佩琪的人。当时柯文哲还讲说他们要闹离婚嘛，还请这个郑淑馨去做他的那个婚姻咨询师嘛。那甚至郑淑馨还很有把握说，其实不只是他，因为他的钱是有金主给他的嘛，他还有一些金主福伦社的哈，或者是凯啸，人家就愿意要站出来。那我觉得说你现在真的是这个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去告了啊！你不但是给了纯正信函，你还真的去告了。但是这个会增加他未来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块，我倒觉得会把事情闹得会变更大。OK， 整个来看的话，未来这如果照刚易善讲说，检方有没有回应法院说希望能在什么时候柯文哲如果要是能够交保的话，那个时间如果交叉诘问要结束的话，那开庭要开得非常密集。因为通常交叉诘问非常花时间，一个证人可能就耗掉1个上午是正常。你看看这个案子有多少，有多少证人在这里头。那法院如果真的要等到交叉诘问都结束的话，这个案子照一般来讲的话，一般交叉诘问结束就准备就是要辩论了。那意思就是案子快结束了。那这个案子恐怕你说再怎么密集的话，大概都要拖上一段时间，所以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恐怕大家都会密切的观察这个过程。但是川普自从一上任到现在，我不敢说已经叫天翻地覆，但是对很多国家来讲，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些的感觉。连美国自己，不要说别的，光他把美国的属地主义把它改过来，然后说你们不是以后在美国生了孩子就叫美国人。你知道18州的检察长直接联名上告，因为那已经不是你一个总统来决定，那个是长期以来，那是跟立国政策有关系。各位知道吗？所有的身份有属人主义，有属地主义，它跟移民跟被移民之间的国家态度有关系，它跟你要不要接纳一些外来人都有关系。这是长期来的政策，它已经到宪政上去了，不是你一个总统，万一川普结束以后，下一个上来，我再改回来。没有这样考的，所以美国18州检察长直接联名上告，觉得这已经不是你川普，他们就觉得过头了。好，但是不管，大家更关键是，我想第一个，他有星际之门计划，是一个 TikTok 在他手上有75天的缓冲期。对，美国的企业，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讲说，川普要上任不是上任哦，是选举以前，很多国家都在准备所谓的应变小组。美国的企业大概现在都要准备战情室，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子。
但是不管，大家更关键是，我想第一个，他有星际之门计划，是一个 TikTok 在他手上有75天的缓冲期。对，美国的企业，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讲说，川普要上任不是上任哦，是选举以前，很多国家都在准备所谓的应变小组。美国的企业大概现在都要准备战情室，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子。对，特别是川普到底签了什么行政命令啊？大家可以看他那个影片，都让他签了，一边聊天啊，这什么啊？就要签了才在问这什么？这很重要啊。那当然了，他谈笑风生不代表他没有事前准备，可是重点是，他现在签下来跟他事前透露的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乌俄1天内停战，结果记者问他说：“怎么现在还没停战？”他说：“我还有半天。”当然现在还没停战了，但是他显然把一些原本号称，比如说对于关税的部分往后压，现在又说不是在就任第一天，把它压到2月1号。那传出来的消息很多，一下又说。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关税25%，马上要在2月1号加，大家会怕。但同一时间呢，亲中国那边的消息又放出来说，搞不好2月1号中国也不见得会加哦，因为习近平已经跟他完成通电。但重点是在于，对于我们其他一般百姓来说，这是看热闹啊！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要加怎么样？对企业界不是啊。我的货可能就是卡在这前后，对啊，要过关。我今天包括像洪都拉斯那个虾吗？不对，洪都拉斯的虾当然很重要，那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系，那是跟我们那是料鲜虾的提案啊。但是它洪都拉斯有美军基地，那到底要不要续租的问题，洪都拉斯又跟美国起了冲突。那重点是美国可以一个不爽，你那个关税200%，我在洪都拉斯不要说是白虾，我是种香蕉，我种可可的不是完了吗？所以各企业都要缜密应变措施，但是川普也有他另外一套模式。大家比较关切的是刚刚提到的抖音往后延75天，可是现在第一，抖音他自己先断了先断，你除非是连到国外的那个 DNS 去，就 VPN 去连过来。那抖音到底怎么处理？川普是说马斯克或是其他的财团之间。不过今天传出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沙烏地的这个油的王子，他要拿。这个数字看到我们总预算真的是大家一时很难想象，6000亿美金在这4年投资美国，那你18兆台币左右，对，差不多18兆就是我们的今年税出税入是3亿，税入3兆7千亿税入3兆7千，2024税入3兆7千亿，它是4年要拿6000万美金，18兆台币，那18兆就是我们。就是他一年拿出来的比我们的税入还多，干嘛呢？他没有说干嘛，但是买 TikTok 够不够？够那当然，现在因为川普，大家应该知道他有见了孙正义嘛，那上来的时候有先见了孙正义，然后来就你再多给一些钱啊。后来大家才知道他要搞出一个叫 Stargate 的星际之门的一个大型的旗舰的基金或者持股公司，要去推什么美国的 AI。那你说美国 AI 不是很强吗？在之前拜登因为他自由主义的嘛。左派的，所以他对 AI 加了很多紧箍咒。你AI 不可以做这个 ，AI 不可以做那个。川普签的那些命令，就是一直把这个 AI 的限制都拿掉。可是 AI 各自发展会乱，所以他就打算成立这个星际之门，结合软银、OpenAI 还有 Oracle， 就甲骨文去组成一个全新的旗舰。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是讲台湾国家队，川普要搞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家队，而这个国家队的规模呢，不只是他们自有的资金5000亿，像那个沙烏地王子的资金也可能进来。所以接下来美国的整个生态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特别是它的整个商业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就我们的角度来说，真的是很难预测。那就不要讲说现在握了满手美股的人了。所以后续的发展当然要看川普是不是在2月1号会有一些惊天动地，特别是他的关税具体的数字出来，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但是你不得不说，川普这个人真的是爱恨分明的一个人。他一上台，他马上签的几个命令里面有一个就是赦免，还记得那时候国会暴动案，国会暴动1500个，对，全部赦免。他同时签的另外一份是把他们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波登那些所有的包括安全水库那些全部撤掉。各位，你知道这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有生命危险的？他们以前做的所有的决策，会不会得罪了哪一些？我不知道是我们有人口中的恐怖团体或是什么什么这些，那个仇家到处都是。川普不爽这些人，直接把你的旁边的那些人全部撤掉。
那你自己就孤零零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面对这些人。川普就是这样一些人，所以未来他的一些政策到底会是怎么样？尤其我们台湾会非常密切的观察这些到底如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学员们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